靳家小少爷邀我参加生日宴，我爸的私生女却替我去了。我不急不闹，坐在车里看笑话。向来跋扈的靳少爷把私生女连人带包扔了出来。他恐怕还不知道，那个骄傲暴躁的靳家小少爷1个月前还流着泪求我不要分手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，偶然翻开一本旧书，指尖触到泛黄的纸页，突然就想起某个午后，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书籍上，连灰尘都在光束里慢慢飘。那时的时光好像特别慢，慢到能把书中的每一句话都嚼出味道。欢迎来到时光书房，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我准备参宴的高定礼服被人用剪刀剪了个稀巴烂，洗澡到一半，热水又停了，猝不及防淋了凉水，我当晚便发了高烧。而且靳宇塞给我的宴会邀请函不见了，不用想，一定是苏妍做的。苏妍，我爹生日那天领回家的私生女，现在和我同住一个屋檐下，却总是改不了过去那些偷鸡摸狗的小习惯。保姆吴妈软磨硬泡，让我量了体温，39度5，没事，烧不坏。吃了退烧药，我随意换了身衣服，让家中司机送我去了酒店。邀请函偷便偷了，原本参宴也只是为了应付我爸，但是现在我倒是十分好奇，苏妍这妮子一会究竟会有什么下场？她恐怕不知道，靳宇最讨厌欺骗、套近乎以及别人的擅自触碰。他有洁癖，身体和心理上的。偏偏苏妍最爱动手动脚，在家里对苏木也是这样，总是会用一些低级的勾引手段，比如一些无意识的身体接触。好在苏木也不吃他这套。哦，对了，苏木是我爸的养子。酒店门口，我让司机把车停在路边，准备看场好戏。头晕的有些厉害，车里开了空调，我却还是冷得厉害。司机连忙跑去买了退烧贴。我裹紧了外套，额头贴着退烧贴，倚在车窗边有气无力地朝外看着。看时间，差不多了。果然，5分钟不到，我便如愿看了热闹。苏妍连人带包被扔出了酒店，靳宇站在酒店门前的台阶上，居高临下看着他。他的声音顺着风声飘来，直往我耳朵里钻。私生女而已，也敢偷了邀请函来丢人现眼。后面的2句话我便莫再听清了。靳宇脾气是出了名的暴躁，更何况苏妍自作聪明，拿着我的邀请函入场，这冒名顶替的做法，怕是更加惹恼了靳宇。车外，苏妍面色难看，却还是不敢反驳一句。没办法，跟靳家比起来，我们家也就算是小门小户，上不得什么台面。苏妍今天丢尽了面子，也只能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。她恐怕还不知道，此刻正居高临下看着她的暴怒小少爷，是我刚分手1个多月的前男友。1个月前，那个倨傲暴躁的靳家小少爷，在我面前弯下了脊梁，轻声求着我不要走。看戏到一半，忽然就惹火上身了。靳宇无意间抬起头来，目光与我遥遥对上，只2秒，他的声音便传来：苏婉，不太妙。我蹙了下眉，立马关上车窗，转头朝着司机道：快走。司机很听话，就是技术差了点。靳宇都快跑到车前了，我的司机才发动车子。半米的距离，我与靳宇隔窗对望，然后车子缓缓驶离，消失在他面前。我心情不错，驶过一条街后，拧开保温杯喝了一口水。然而水还没咽下，便听见前座的司机低声说：小姐，靳少爷他似乎追上来了。我转头一看，果然
身后紧紧跟着靳宇的车。那辆骚包的粉色大劳几乎是靳宇的象征。温度似乎又上升了，我揉了揉有些胀痛的眉心，甩掉它。前座年轻的司机小哥声音有些发颤：“小姐，我尽量。”小哥果然只是尽量。我们还是被靳宇的车逼停了。靳宇真是有钱任性，几千万的车被他当成赛车来开，硬生生逼停了我们。停了车，司机小哥苦着一张脸转头看我：“小姐，我摆摆手。”也不怪他，靳宇专业赛车手出手，放眼这座城市，也莫几人能在车技上盖过他。很快，靳宇的身影出现在车门外，他抬手拽了下车门，纹丝未动。余光里，这人脸色立马变了。苏婉，我给你1分钟时间，开门，不开我就砸车窗了。我这边还没应声，靳宇就已经在倒数了。我知道这人向来说到做到，而且做的绝对比说的狠。他没数到一半，我便不满地降下车窗。有事？我蹙眉看他。有。靳宇探手来开车门，然后把我往里面推了推，自己坐了进来。发烧了。这人盯着我额上的退烧贴看，手一抬，将手背附在我后颈处探了下温度。这么烫。他皱着眉，毫不客气地命令我的司机把车开去紫薇花园。司机小哥愣了下，下意识地转头看我。我被他吵得心烦，身子往另一边移了移。我发烧了，去你家做什么？紫薇花园，本市的高端别墅区，靳宇常住的房子便在那边。靳宇看了我一眼，没好气地说：“还能做什么？让老陈给你看病。身子本来就虚，又总是不爱吃药。”老陈是靳宇的私人医生，因为与他臭味相投，后来成了哥们。我想反驳，头却晕得厉害。前座的司机小哥知道靳宇的身份，被他喝了2声，乖乖开了车。而靳家小少爷的任性，也真不是常人能比拟的。全球限量的车子，就这么被他随意扔在了街边。他的生日宴，参宴的全是本市的达官贵族，宴会行至一半，他扔下个烂摊子，说走便走了。我想骂句任性，张了张嘴，嗓子却干涩得厉害。隐约感觉有人在我头顶叹了一声，凶巴巴地骂了句什么，然后将我抱了过去，动作却轻得不像话。迷糊中，似乎有人为我吃了药，又似乎有人在替我换衣服。我凭着本能推开对方的手，骂了靳宇2句，并警告他我们已经分手了。可睁开眼，面前替我换衣服的却是靳宇家的保姆阿姨。紧接着，门外响起了靳宇骂骂咧咧的声音：“都他妈烧成这样了，还挺讲究的。”我有点想笑，可头烧得昏昏沉沉，一闭眼便又睡了过去。第二天醒来，我躺在靳宇的床上，而那位昨天当众怒骂苏妍的靳家小少爷，此刻却蜷缩在房间的小沙发上睡住。我探了下自己的额头，高烧硬是退了。房间内很静，靳宇的床很舒服，高烧过后又难免有些乏力，我懒得起来，便拄着手臂打量靳宇。这人身高腿长，缩在小沙发上，显得有些吃力。他睡得也不太安稳，眉心微微蹙着，纤长睫毛时不时地轻颤着，似乎随时会醒过来。我之前倒是没想过，和靳宇分开后还能和他这般过夜。正出神，不远处的靳宇忽然睁开了眼。他撑着沙发坐起身，先是舒展了下手臂，而后挑着眉看我。苏婉，想看就大大方方的看，偷看算什么？我偏开目光，白痴。估计全城上下都在找不出几个人敢像我这样当面骂靳宇了吧。反观靳宇，
这人被我骂得一愣一愣，最后咬牙切齿地嘀咕了一句：“恃宠而骄。”是啊，仗着晋宇的宠爱，有恃无恐，不就是我吗？晋宇从小沙发上走过来，问我昨天的宴会是怎么回事，为什么那个私生女会拿着我的邀请函进场。我眨眨眼，觉着三言两语讲不清，有点懒得开口。正想着怎么敷衍他时，晋宇卧室的房门忽然自外被重重踹开，晋夫人带了位姑娘出现在房门口，而她一脸冷厉的模样，让我蓦地想起了1月前她与我谈判时的场景。晋夫人彪悍一如从前，刚见面，她便骂了一声小狐狸精，并脚步不错地走过来，朝我重重扇了一巴掌。只可惜没打到我。晋宇紧紧攥住了她亲妈的手腕，脸色同样难看。对了，晋家小少爷这跋扈又嚣张的劲，完全遗传了他妈。晋宇站起身时，比穿了高跟鞋的晋夫人还要高上许多，他眉心紧蹙着，一开口便丝毫不给面子。喂，我妈也不能大清早的闯我房间，打我女人啊！我淡定地锁在晋宇身后，默默翻了个白眼。谁是他女人？话落，晋宇甩开晋夫人的手。我将头偏开几分，去瞧晋夫人的脸色。往日彪悍又雍容的贵妇人，此刻脸色已被亲儿子气成了猪肝色。打你女人？晋夫人狠狠瞪了我一眼，一把扯过了身边跟着的女生。我也顺势望了过去。女生年纪看起来要比我小，约莫20左右，一看就是出生真正的名门望族，柔柔弱弱的，却气质出众。跟我这种暴发户的女儿，一看便是不同。我这边刚打量完，那边晋夫人的后半句话也落了地。那婉婉怎么办？她才是你未婚妻。未婚妻？我的目光再度聚焦在了那姑娘身上。我大抵知道是谁了。与我没分手时，晋家便高调地为他跟程家的女儿订了婚。虽然那场订婚仪式被晋宇砸了个稀巴烂，但婚约还是作数的。程家的确是真正的豪门了。放屁！挡在我身前的晋宇忽然飙了句脏话：“你爱娶你自己去娶，别给我乱扯红线。”晋夫人气得身子直发抖。晋宇，你别忘了，我是你妈。哦。晋宇随意揉了下头发，你娶不了的话，让我爸娶也行，反正别安排我。晋宇许是无心，但程婉婉的脸色却有些挂不住了。娇生惯养的大小姐，哪里被人这般看清过，登时眼睛一红。晋宇也觉着有些过了，他摸摸鼻尖，语调放缓了些，那个，你别介意，我不是针对你。可说完这句，这货却又补充，我只是想告诉你身边的晋夫人，这世上除了苏婉以外，所有女人在我眼里都是骷髅，红粉骷髅。似乎是嫌晋夫人不够生气，晋宇笑吟吟地看向对方，不急不缓地说：“妈，也包括你。”最后，晋夫人还是被气走了。没办法，他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，自幼宠得不像话，又完美继承了他的傲气与彪悍，江城上上下下就没他不敢砸的地方。晋夫人二人走后，晋宇回身看我，挑着眉邀功：“怎么样？有没有觉着哥哥刚才特帅？”说着，他俯身看我，有没有后悔和我分手了？我抬手，两只手在他脸上揉了揉。出去。晋宇愣住，什么？我松了手，熟门熟路地从他卧室衣柜中翻出了我分手时莫来取走的衣服。我要换衣服了，出去。哦。刚刚还不可一世的晋家小少爷，此刻蔫着出去了，还不忘替我把门关上。换了衣服，洗漱出门。晋宇这货没走，就在房门口蹲着，一见我出来，立马站起身来。
有那么一瞬间，我看着那双熟悉的面孔，忽然就想起了小时候养过的一条狗狗。如果给靖宇一条尾巴，估计在我面前时，它一定摇得特别欢。可惜，我不能留下。我和靖宇说要回家，他愣了愣，还是说好。只是，在我上车时，这人自顾地往车里塞了许多所谓的特效药，叮嘱我如果再烧起来，一定要按时吃。好。司机小何昨夜末走，就一直睡在车里。离开时，我注意到靖宇那辆骚气的粉色劳斯莱斯已经停回了车库里。回家路上，我将手机充上电，开机，密密麻麻的全是苏木的未接来电与消息。而我发着高烧一夜未归，我亲爱的爸爸莫给我打过一通电话。回家，我推门进去时，家里正在吃早饭。我爸、苏妍、苏木以及庄文慧。庄文慧，苏妍的亲妈，给我爸当了10几年外室，今年终于成功上位的小三。没人理会我，除了苏木。他看了我一眼，然后起身去了厨房，再出来时手中端了一盅汤。早上给你熬的，趁热喝。苏木声音很轻，将汤放在我的座位前，掀开盖子，香味便盈盈飘来。他向来如此，说话温柔，人也温柔。只是老天爷待他却并不温柔。苏木自小没有母亲，并患有先天性心脏病，他爸独自一人拉扯他。他7岁那年，苏爸爸为了救我爸身亡，我爸便收他做养子，一直至今。苏木来我家时，我才5岁。可是我爸收养他也只是碍于情面，做给旁人看的。这么多年对他的病情也只是保守治疗，虽没虐待过他，但也几乎没管过。对我爸来说，只要苏木饿不死便好。而我妈那人性子向来清冷，对我这个亲生女儿都算不得热情，更何况是苏木了。我道了声谢，人刚坐下，那盅汤便被一旁的苏妍端了过去。苏木哥，我也想喝汤，昨天夜里我着了凉，这汤就让给我吧。苏妍软着嗓子撒娇，嘴上在询问，拿汤的手却丝毫莫停。苏木微微蹙眉，他向来是个不争抢的性子，但前提是不要涉及到我。苏木微微探身，将汤又拽了回来，语气依旧温和，听不出什么情绪变化。想喝的话，我让吴妈再做一份，我手艺不太好。那盅汤来回拉扯，最后又回了我面前。庄文慧蓦地摔了筷子。行了，不就是一碗汤吗？又不是谁非喝不可。我明白，在你们眼里，我和妍妍都是外人，你们才是一家人。说着，语气便哽咽了几分。不去当演员，可真是可惜了。苏妍也跟着指责苏木偏心，说他对自己母女俩有意见，总是联合我一起挤兑他。见我爸一直默作声，苏妍胆子愈发大了起来，竟开始推搡苏木。苏木蹙着眉，却始终没有说话，任由他推来拽去。然而，苏木能忍，我却忍不了。他的身子骨哪里经得起这般折腾？原本平静的餐厅，因为我的回来而乱作一团，又因为我的举动，瞬间安静。因为那碗温热的汤被我倒了些凉水进去，然后迎头浇在了苏妍头上。我又不傻，教训他一下便是，总不能拿一碗热汤浇下去。苏妍人都傻了，头上还挂着2块鸡皮。而我成功收到了我爸的一巴掌。我偏了偏头，没躲开。这一巴掌挨得结结实实。刚刚还一直皱着眉不作声的我爸，此刻一脸怒容，骂我越来越不像话。一同被骂的还有挡在了我身前的苏木。我被锁在房间里，不准出门。不过苏木却翻窗进来了。
我跑过去扶他，真是疯了。虽说我们的房间都在2楼，但他的先天性心脏病很严重，平时根本不能剧烈运动，更何况是这种危险举动。锁着门的房间里，苏木盯着我刚刚被打的左脸看着，眉心蹙得很紧。他向来不善言辞，看了半晌，也只说出了一句他怎么舍得来。我笑了笑，倒是没什么所谓，脸还肿着，但早就不疼了。我爸啊，他当然舍得了，我又不是他唯一的女儿。外面那个苏妍，虽然一直顶着私生女的名头，却是他的掌上明珠。为啥？因为那苦守金屋10几载的庄文慧，被我爸认定为他的此生真爱。我和我妈只是阻碍他幸福的绊脚石。可他忘了，当初是谁吃着我妈娘家的软饭，才有了今天。苏木带了冰块进来，细心包裹好，替我敷着微微红肿的脸。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，然而走廊里蓦地传来脚步声，我与苏木还没反应过来，那被反锁着的房门便被打开了。苏木甚至都没有藏起来的时间。我们并肩坐在沙发上，抬头去看，竟是靳宇。在他身后是小心翼翼陪着笑的我爸。靳宇的笑僵在嘴角，与我相对时，对方眼底掠过太多情绪：惊讶、错愕、愤怒。我暗叹一声，在心里默数3秒。果然，3秒刚到，靳宇便炸了：苏婉，你们孤男寡女的，锁着门做什么？斗地主2缺1。靳宇身后，我爸几乎面如土色。也对，在他看来，能够搭上这位靳家的小少爷，简直是祖上积德。可他没想到，还没搭上呢，就垮台了。在靳宇看不见的地方，我爸一个劲地朝我使眼色，几乎在脸上写满了几个大字：别惹这祖宗。我无视掉我爸那急迫的神色，抬头看向靳宇。也行，刚好你来了，凑够一桌斗地主了。说着，我看向门口的我爹，要不你一起，咱们打局麻将。我爸和靳宇的脸色一个赛一个的难看。然而气氛正紧张时，苏妍来了。这家伙属狗，哪有事哪到。靳少爷，他柔柔弱弱开口，踩着我讨对方欢心。您别太生气了，其实我早就发现姐姐和苏木哥关系不一般，上次在宴会上我就想和你说了，但是我从苏木手里拿过冰袋，自己敷着，并在心里把苏妍没说完的后半句话补充了。但是上次被你给扔出来了，多新鲜啊！苏妍这种人真是记吃不记打，上次闹得那么狼狈，这次还敢往前凑。他真当靳宇是那种说2句软话便能被蛊惑的软耳根吗？这人天生反骨，最烦有人跟他面前嚼舌根。果然，苏妍话音刚落下，靳宇便喝道：我让你说话了吗？谁让你在这狗叫的？苏妍被骂得一愣，他那点委屈都摆在了脸上，嘴一撇便要掉眼泪，看得我爸是又心疼又无奈。不过如果就这么放弃，那就不是苏妍了。他也不傻，几次碰壁后也明白他在靳宇那边是彻底讨不到什么好处了。但是他可以讨不到好处，但一定要把我拉下水。于是我亲爱的妹妹便立马换了策略，她不再和靳宇直接对话，反而开始将话锋对准了我。姐姐，刚刚你因为苏木浇了我一头热汤，爸爸只是想让你在房间里冷静一下，可你……他叹了口气，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。你怎么能和哥哥在房间里私自约会呢？即便没有血缘关系，他也是我们的哥哥啊。我甚至都不用反驳，便有人替我动了手。靳宇回身甩了他一巴掌。我从不打女人，你还是第一个。
晋宇说完，还挑衅地看了一眼急着把苏颜护在怀里的我爸，那意思，替你女儿说话，你说连你也一起打，再怎么暴发户，也是在生意场里摸爬滚打的，我爸要是连这点眼色都没有，估计也不用混了。只见他咬着牙，堆着笑，一边骂着苏颜不懂事，一边把他带走了。他也明白，晋宇这边只能我们自己解决。房门合上，只剩下了我们3人。早在晋宇他们进门时，苏木便站了起来，他上前一步，始终站在我的左前方。其实，晋宇来时估计莫仔细看，我和苏木虽是同坐一张双人沙发，但2人都比较清瘦，苏木坐的位置离我还有半人远。我们连胳膊肘都没碰过彼此。晋宇倚在门边，深吸一口气，问我：“那傻子说的都是真的？你刚刚喂了他，浇了他一头热汤？”我没急着回答，倒有点想笑。苏颜热脸贴了几次冷屁股，结果晋宇连他名字都还没记住。是。我刚应了一声，晋宇便再压不住火气，冲上来揪住了苏木的衣领。我早看出来你对苏婉不纯粹了。他骂着，想要朝苏木挥拳，而苏木竟也没有要躲的意思，他也攥住了晋宇的衣领。你和婉婉已经分手了。这提醒很适时，并成功戳到了晋宇的痛处。眼见2人要打起来，我连忙去拉架，其实也是拉了偏架。苏木身子骨弱，经不起折腾，所以我几乎是用力推开了晋宇。可谁知匆忙间，我手中的冰袋掉落在地，而晋宇被我一推，踩到了冰袋，重重摔倒在地。往日风光霁月的晋家小少爷，此刻有些狼狈地趴在地上。我心头一紧，连忙跑上前去扶他。你没事吧？话音未落，手便被晋宇甩开。他蹙着眉看我，眼底的光明明灭灭。这人向来是个急性子，这次却半晌才憋出一句话：“你为了他推我。”我暗叹一口气。晋小少爷的想法总是与众不同，他这是把踩着冰袋滑倒的这事也一并算在了我身上。倒也的确是我推的。将他仔细打量一番，见他没摔坏，我才松了口气，再度伸手去扶他，并耐着性子解释：“我没有，我只是不想你们打架。”可晋宇明显听不进去。暴躁易怒的晋小少爷发了疯般将我的房间给砸了一通，然后带着满腔怒火离开了。我自始至终都没有拦他，苏木想拦，却被我阻止了。我站在原地，看他发泄，看他离开，看他的身影消失在走廊，一声叹息才徐徐出口。苏木走到我面前，微微拧着眉，他性子太暴躁了，分开也好。我想笑，却扯不动嘴角。他不只是性子原因，还有病理原因，他患有躁狂症。也正因如此，向来彪悍的晋夫人每次被他气得半死，也都选择了默默咽下这口气。苏木怔了很久，莫再说话，而是弯下身默默地帮我收拾。房间被晋宇怒砸了一通，满地凌乱。房间内一阵寂静。半晌，苏木忽然问我：“在你心里，真的拿我当亲哥哥吗？”我一愣，随即想起刚刚拉扯时，我和晋宇解释过，苏木虽然与我没有血缘关系，但在我眼中，他就是我亲哥哥。此刻听他问起，我抬头去看，只见苏木手中捏了一只掉落在地的小玩偶，印象中那是他小时候带我偷跑去游乐园，在娃娃机里夹给我的。苏木站在窗边，逆着光看我，他永远是在温和笑着的，似乎只有这一种表情。我知道苏木因为出身的原因，从来都没有安全感，所以在他问时，我毫不犹豫地点了头。是啊。我捡起地上掉落的另一只玩偶，
永远都是。苏木轻声笑着，那就好。接下来他没有再说话，而是弯身捡着地上零零散散的物件。最近是我们家的大日子，庄文慧40岁生日。她比我爸小得多，18岁跟了我爸，20岁生了苏妍，躲在我爸用以藏娇的金屋中坐月子。这是母女进我家门后庄文慧过的第一个生日，所以我爸格外重视，答应她要办一个极为隆重的生日宴。我在心底嗤笑，一对上不得台面的野鸳鸯。当初为了讨我妈娘家的欢心，我爸可莫少费心思折腾，生日宴1年办2次，一次阴历，一次阳历。这些都是我爸讨女人欢心的常规操作了。我本不想去，可庄文慧母女不知又给我爸灌了什么迷魂汤，他给我下了死命令，必须出场给庄阿姨送祝福。庄阿姨，我听得真心反胃，可我还是应下来了，因为我想了想，我爸说的也没错，毕竟是过生日馍，我不送一份大礼，怎磨着都说不过去。生日宴上，庄文慧娘家出席了几十人，只可惜，她虽说跟了我爸，这些年物质上提高了不少，可娘家人还是带着不少过去的特质，尖酸刻薄，嗓门大，没脑子。倒不是我心存偏见，事实便是如此。庄家人今天都换上了新准备的高档衣服，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的模样，真的像极了小时候我奶老家养的大公鸡。我随意选了处僻静处，端了杯酒独自喝着。没多久，这份清静便被打破。苏妍跟着一个化着浓妆的女人走了过来，我眯着眼打量她一番，勉强认出对方应该是苏妍的表姐妹。两人穿着高定礼裙，趾高气昂地看着我。苏婉，没想到你落魄成了这副样子，居然穿得这么寒酸。表姐妹开口嘲讽，捂着嘴笑。苏妍半点不落，跟着补刀。是啊，姐姐，这廉价的做工，穿出来简直都丢我们苏家的人。你如果买不起就和我说，我有2件不穿了的礼裙可以送你。说着，她又凑近些打量我。怎么连妆都没有化？她笑笑，声音不大不小，刚好足够周围的人听见。姐姐，一会我把一些平时不用的口红什么的让人送去你房间，不用客气，都是一些我用过的。苏妍这是铁了心的要打我的脸，她可不担心别人觉着他们母女上位后虐待我。今天来的不是庄家人，便是我爸的朋友或生意伙伴，她恨不得拉踩我来给自己脸上贴金呢。可惜苏妍这人没时磨眼光，总是挑错人。在晋宇那边接连碰壁，在我这也当然讨不到什么好处。我抿了一口酒，不慌不忙地应着，不用送了，那种垃圾化妆品我从来不用，会烂脸。还有，妹妹好眼光，我身上这裙子真的很廉价，地摊上买的，50块钱2件随便挑，毕竟出席这种不入流的生日宴，实在配不上我衣橱里的礼裙。我一手端着酒，一手扯了下裙角，笑意从容。这种廉价的裙子，配你母亲的生日，刚刚好。我生意也不算大，但是足够传入那些看热闹的人耳中。苏妍和她表姐气得脸色铁青，却想不出话来反驳，最后骂骂咧咧地离开了。我勾勾唇，将杯中酒小口喝下。这局完胜。可是这才只是开胃菜，好戏还在后面啊，妹妹。生日宴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当在场所有人邀请各自的舞伴入场时，苏妍又阴魂不散地出现在了我面前。身边跟了个西装革履的男人，看模样也就20出头，一张脸生得还算不错，就是身材差了点意思。姐姐，你的舞伴呢？半小时前才被我气走的苏妍又沉不住气，主动过来搭话。
他装模作样的朝着周围打量一番，啊，不会是没有人邀请你吧？姐姐也别失落，我帮你挑几个如何？自始至终，我都没有说话，安静地看着他在那边自导自演。苏颜当即便叫来几位男生，姐姐，不如你选一位来做舞伴吧。苏颜话音刚落，那几位男生便一脸嫌弃地摇头，不要，我可不吃老草，塞牙。对，苏颜，我们就算是找不到舞伴，你也不能带给我们这种老女人吧。最后一位演得更加到位，他捏着拳，义愤填膺地看着苏颜，就是啊，这不是侮辱我们吗？我在一旁看着，倒是有些想笑。苏颜可太让我失望了，如果他就这抹点幼稚手段的话。眼见着那边戏快演完了，我拢手点了根烟，漫不经心地笑。别争了，就你们这种货色，扔到我面前，多看一眼都算我输。苏颜这种小手段，我是懒得再多说的。然而，刚吸了口烟，身后便传来了一道声音：“你们在和我开玩笑吗？老子请都请不到的舞伴，你们在这挑刺。”声音很熟悉，我不用回头看都知道是靳宇。他怎么会来？除却最初下意识的身体紧绷，我很快回过神，从容地继续吸烟。可是几秒过后，那人走到我面前，抢走了我指尖的烟。女孩子少抽烟，对身体不好。靳宇放低了语调，轻声说着。然后那根刚点燃的烟便到了靳宇手上。他抬起手，虚搭在我肩上，冷眼看着对面击人。我今天心情好，赶紧滚。对面击人果然滚得很麻利。靳宇的出现让整个宴厅都安静了下来。不多时，我爸携妻带女的出现，一脸恭维地和靳宇打招呼，而且看得出来他很高兴。自己妻子的生日宴上，靳家能有人出席，这是足够他炫耀1个月了。靳宇打量了下我的脸色，勉强跟我爸点了下头。打发走了我爸，靳宇松了手，咬着唇沉默了半晌，才低声道：“那天是我没控制住，对不起。这些天我走遍了全城的家具城，把我砸坏的那些东西都买了同款，下午我让人送去你家里，好不好？”他悄眼打量着我的表情，小心翼翼的模样，哪里还像那个曾闹得全城天翻地覆的靳家小少爷。我有点心酸，沉默半晌，还是点点头，好，谢谢你。靳宇松了一口气。见靳宇没有进舞池，我爸便把跳舞这项直接取消了。我原本在僻静处，可靳宇来后，所有人都卯足了劲地往这边靠，我看得心烦，便拍了拍他肩膀，低声道：“来都来了，请你看场大戏。”靳宇向来是懂我的，只1秒，他便反应了过来，勾唇笑道：“好啊，正好最近逛家具城逛得有点烦躁。”说着，他捻灭了烟，高声说：“今天是庄女士生日，我与婉婉送你们一份大礼如何？”靳宇一开口，宴厅内瞬间鸦雀无声。我爸面上一喜，一脸恭维地道着谢。庄文慧脸上陪着笑，估计心里却要暗恨，为何站在靳宇身边的人不是他的宝贝女儿。全场寂静几秒后，大荧幕上忽然播放了一段视频。说来也怪我爸自己，好端端的，非要弄个大荧幕，滚动播放他和庄文慧的合照，倒是刚好为我做了嫁衣。这份视频我可足足准备了半个月，全是干货，半点不掺水。合集视频里有我爸和庄文慧地下恋时的不雅照，还有我爸当初陪着我妈在商场吃饭时，中途去厕所与庄文慧宣泄情绪的视频，录音更是多到数不清。我爸，还是你比较，我喜欢。庄文慧，那你什么时候给人家个名分吗？我爸，家里那个母老虎快不行了，再等等，
他一死我马上就娶你，乖。我爸当了我10几年的情人，真的辛苦你了，文慧。庄文慧，其实有时候我也在想，这样莫名莫分的亲热，更像是偷情，似乎也挺刺激的。我转头看向一旁有些愣住了的靳宇，悄悄眨眼，怎么样，够不够劲爆？靳宇朝我眨眨眼，默默竖起了大拇指。而短暂的惊怔过后，我爸和庄文慧已经反应了过来。我爸匆匆忙忙跑去操纵荧幕，庄文慧则尖声喊着：快关掉！我抿了一口酒，静静品尝着辛辣顺着喉腔蔓延的感觉。真是一出好戏。既然是好戏，又怎么可能这么快结束呢？他们是关不掉的。尽管我爸和庄文慧急得快要发疯，荧幕上的视频与录音仍在滚动播放着。我爸揪着服务生怒骂，可那位小可怜也不知道机器为什么会忽然失控。这场闹剧一直到视频放完才算结束。而我亲爱的爸爸甚至在慌乱中都忘记了，其实他只要拔掉电源就可以。视频结束，我爸和庄文慧明显松了一口气。庄文慧一脸劫后余生的愤怒，想过来找我麻烦，却被我爸牢牢拽住。我爸在护着我？当然不是，他只是忌惮我身边的靳宇。可偏偏靳宇也是个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主。他端了杯酒站在我身边，环顾一圈，挑着眉笑：庄小姐，我和婉婉送你的生日礼物还满意吗？庄文慧气得说不出话来。见他脸色惨白，我爸那个恋爱脑又不忍心了，便将他扯到身后，沉声道：靳少爷，您能来我妻子的生日宴，我们倍感荣幸，但是公然放这些虚假视频，未免太过分了吧？即便是气成这样，我爸也莫敢撕破脸，言语之间还在用着敬词。靳宇掏掏耳朵：你妻子？我没听错吧？你是指你身边的小三？一句小三，庄文慧脸色又白了几分。靳宇打定了主意要替我撑腰，说话毫不留情，每一句都是在往庄文慧脸上扇。周围人们议论纷纷，直到靳宇开口。他本是准备带我离开，可刚一开口，人群静下来的那一刻，不远处苏妍的嘀咕声莫来得及收住，在瞬间寂静的宴厅内显得格外突兀。他说了俩字：舔狗。这话明显是在说靳宇的，宴厅内瞬间鸦雀无声，而苏妍那张小脸已经瞬间惨白了。这小可怜估摸着也莫想到，自己不过低声吐槽一句，怎么就刚巧赶上所有人都噤了声。靳少爷。苏妍慌忙开口，声音颤得不像话。我没有说您，我就是说。就是说什么？他却讲不出来。靳宇盯着苏妍看了2秒，仰头喝下杯中的酒，空酒杯毫无预兆地砸向了苏妍脚边。一声脆响，酒杯炸裂，碎片迸溅到苏妍小腿，划出一抹血痕。这边靳宇却笑了，对，他环视一圈，语气淡淡：我就是苏婉的舔狗，所以那些想要欺负他的人自己掂量一下，能不能经得起我的报复。说完，他攥住我手腕，转身带我离开。直至我迈出宴厅大门，身后依然寂静。靳宇向来很有分寸感，一出门，他便蓦地松了手。他转头看我，轻声询问：我送你回家？靳宇松了一口气，那我刚好让司机把家居用品帮你送去。好。靳宇亲自开车。系安全带时，他动作很慢，而后转头看我。苏婉，1个月前，我妈找过你，对吗？我怔了2秒。他用苏木威胁你，让你和我分手。靳宇沉默了很久，再开口，那个刚刚还跋扈不可一世的靳家小少爷，
此刻竟以声音带了几分颤。所以你是为了苏木，不要我了？我妈绑架了他，你可以来找我，我帮你救他，我可以去砸去闹个天翻地覆，但你为什么要真的和我分手？我沉默着，没有开口。晋宇没有发动车子，而是静静地看着我。半晌，他深吸一口气，苏婉，你看我一眼。我转头看他，没有暴躁，没有嘶吼，晋宇就这么静静地望着我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恍惚以为还是从前恋爱时的日子，却又蓦地回神。晋宇已经开了口，他问我，你和我分开是为了我的病，对吗？他轻声问着，声音里甚至染了几分乞求意味。我静静看着他，最后还是说了实话。是。晋宇平时只是性子暴躁跋扈些，与常人没什么不同，而他几次发病都是因为我。因为我受伤，因为我被害。总之，能让他情绪暴走以致崩溃的，都是与我有关。晋宇的主治医生曾私下里和我说过，我留在晋宇身边，不断的刺激下，只会让他的病情更加严重。因为那个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的晋家小少爷，对我太过在意。好笑吗？但就是这样。又是一阵沉默，晋宇再度问我，其实还有别的原因吧？他看了我半晌，继续猜着，我妈的脾气我了解，那天你去救苏木，她难为你了。我没说话。实际上，何止是难为呢？那天，他带了很多保镖，将我按在某偏远别墅的房间里。我自认为平日做事还算缜密，却低估了靳夫人的狠辣。如果当天远景没有赶到，他是想直接废了我的。而能彻底废掉一个女生一生的是指什么，自然不必多说。所以，那天之后，我思考一夜，与靳宇提出了分手。不是冲动，不是因为靳夫人的威胁，也不只是因为靳宇的病，还因为那天昏暗房间内我所经历的一切。下跪、磕头，朝我身上泼秽物，还远远不止。靳夫人在嫁入豪门之前是出了名的小太妹，那些脏手段数不胜数。而且，如果远景再晚去一些，我定是难逃那些保镖的脏手。虽然清白还在，但经历的那些侮辱，我没办法忘记。我没有和靳宇讲这些，在短暂的回忆过后，我看向窗外，声音很低。如果有一天我愿意讲了，会告诉你分手的真正原因。我与靳宇之间没有什么矛盾，也没有什么不合适。但那天他妈妈对我做的那些事，我过不去。好。相隔良久，靳宇揉了揉我的头发，声音很轻，我明白了，剩下的交给时间，也交给我。说完，他收回手，发动了车子。一路上，我们谁都没有再开口。我知道刚刚他为什么会央着我看他一眼，他是想要确认我还爱不爱他。而我刚刚直白地看着他，眼神泄露了我还爱他这件事。喜欢这种事是藏不住的，我也没想过要藏。我没想要瞒他什么，生活也不是那些悲情偶像剧，满是误会的爱情也并不凄美。我知道自己和靳宇的感情没有问题，分手也只是因为我还没办法接受那天经历的那些侮辱。如果有一天想通，我还愿意陪在他身边。当晚，我家几乎闹翻了天。庄文慧母女俩在我爸面前哭着委屈，而我爸也是一直在骂我。骂我白眼狼，骂我不要脸，说他这些年好吃好喝，反倒养出来一个仇人。我坐在椅上静静听着，只觉好笑。好吃好喝。8岁那年，我妈回娘家时，她带着庄文慧母女回了我家。
他和庄文慧去了楼上房间，苏妍在楼下抢我的玩具。半小时后，两人下楼，因为我与苏妍抢玩具，当着庄文慧的面重重打了我2巴掌。18岁，我的成人礼上，我爸带了苏妍过来，说是他朋友的女儿。宴会上，苏妍悄悄勾搭了我当时刚谈的初恋男友，而我将蛋糕甩在他脸上时，我爸当众将我推倒，撞到蛋糕上，公主裙上满是黏腻。去年我妈去世，他堂而皇之将庄文慧带去了我妈的葬礼上，而他以为我不知道，我妈是因为他与庄文慧的破烂事而绝望自杀的。我妈自杀的前一晚是她的生日，而我爸在我妈服用安眠药入睡后，将庄文慧带回了家，就在他们的房间。可他不知道，我妈的失眠越来越严重，2片安眠药已经不足以她睡得很沉了。第二天，我妈平静地起床洗漱，甚至还为我做了早餐。我出门时，她还抱了我。可我当时不知道昨晚的事，也没发现她的异常。几个小时后，我便看到了她的遗体。我从回忆中抽身，笑意愈发僵硬。而我爸越说越气愤，起身过来骂我，还想动手。只可惜，他朝我挥下的巴掌没有碰到我半根汗毛，反倒被我身边的保镖甩了1巴掌，踉跄地退了几步，险些摔倒在地。这是我们公司的保镖，他只负责保护我，才不管对方是谁。我花了重金雇他时，就告诉过他，他只需要保护我的安危，谁要如何打我，他就给我如何打回去。自从靳夫人那事过后，我便重金雇佣了2位保镖。那些被凌辱的经历，我不想再次经历。我爸惊住了，他瞪了一眼我身前的保镖，而后怒目看向我，气得手都在发颤。苏婉，你敢让他打我？我笑，我当然敢了。如果你现在拿把刀来杀我，我还敢让他捅你呢。要不，爸爸试试？疯了，真是疯了。我亲爱的爸爸似乎很生气，他冷眼看着我，脸颊因着那1巴掌迅速肿起，一副对我失望透顶的模样。苏婉，你给我滚，我就当没有你这个女儿。多经典的台词啊！只可惜，我不是那些风中摇摆的娇弱小白莲。从小我就知道，温柔没用，懂事更是死得快。我妈性子傲气，懂事了半辈子，结果被逼到自杀，死后倒是给那对母女做了嫁衣。我抿了一口温茶，笑道：爸，你是不是糊涂了？这是我妈留下的房子，也有我的一份，要滚也该是你的小三和私生女滚。私生女？庄文慧自打回来便脸色难看，此刻更是再忍不住，一脸委屈地向我爸诉苦。我没名没分地跟了你这么多年，从没有过怨言，被外人戳脊梁骨便也算了，如今好不容易嫁给你，我和妍妍还要被你这好女儿一口一个小三私生女的叫着。说着，他冷眼看向我，语气也蓦地冷了下来。真要说起来，现在我是你爸明媒正娶的老婆，妍妍才不是什么私生女，我们一家3口如今合理合法，反倒是你这么大了还赖在家里不走，让外人笑话。这话听得我有些想笑。放下茶杯，我抬眼看他，你要是没话说了就闭嘴，我和我爸说话还轮不到一个小三上位的人插嘴。我爸气得想骂我，可打量了一下挡在我身前小强般的保镖，最后又把话音咽下了。见我爸不出声，庄文慧悻悻地起身离开。他这人段位低，手段差，唯一出众的便是忍功了，不然也不会苦等10几年才在人老珠黄的年纪熬到上位。临走时，庄文慧给苏妍使了眼色，2人一同上了楼。而我爸气得摔门而去，今天的生日宴让他老脸丢尽，
不知跑去哪喝闷酒了。我上楼，却在路过苏木房间时停下了脚步。他门没关，我朝房间里看了一眼，却一眼望见了门边挂着的白色西服。苏木从来都是穿休闲装的，因为身体原因，也几乎从不出席任何场合。他准备西装做什么？正想着，苏木刚巧从卫生间出来，手中浴巾有一下没一下的擦着湿了的头发。婉婉，他轻笑着和我打了声招呼。我却忽然明白，你去生日宴了。苏木点头，昨天无意间听见苏妍说你没有舞伴，想在宴上让你出糗。我蹙眉回忆了一下，可我没见到你。苏木笑笑，宴上我正想过去时，看见晋宇去了，想着你不需要，我便又回来了。说着，他随手抚平了白色西装上的褶皱，留着今年你的生日宴上穿吧。停顿几秒，苏木擦了下头发，静静地看着我问：婉婉，今年你的生日宴上，我作为哥哥，邀请你跳一支舞好不好？这问题有些荒谬，可我还是点头说好。很小的一件事，而且距离我今年的生日还有几个月。可得到了我的应同，苏木却似乎很高兴。今天的苏木似乎有些奇怪。夜里，我家别墅莫名起火，且火势凶猛。巨大的火舌转眼间便吞没了我的房间，而我站在楼下，身上披着苏木的外套，眉心紧蹙。如果不是苏木，我恐怕根本就逃不出来。起火点似乎在我的房间门口，火势蔓延得极快，转眼间，火势蔓延到1楼。可是，却半晌都不见庄文慧3人出来。我蹙眉，在犹豫要不要趁着1楼火势还不算大，先进去看看情况。对于庄文慧母女俩的死活，我当然不在意，但是，他好歹是我爸。算了。犹豫过后，我朝房门口走去，恨归恨，总不能真眼睁睁看他烧死在里面。然而，刚走到房门口，便看见里面忽然踉跄着跑出3人，赤着脚，一脸慌乱的庄文慧，以及背着我爸的苏妍。苏妍身材瘦削，背着我爸摇摇晃晃地走出来，而我爸趴在他肩上，不知是被浓烟熏晕了，还是压根就没睡醒。我松了一口气，没死就行。我爸睡前喝了酒，熟睡中吸了浓烟，所以当时昏迷不醒。而苏妍为了救我爸，手臂被严重烫伤。听见苏木与我说这些消息时，我头也不抬地应了一声。苏妍这点小心思，也就唬弄一下小孩子吧。他们出来时，火势刚刚蔓延到1楼，而且我爸和庄文慧都毫发无损，而苏妍没烧到头发，莫毁容，偏偏烧了个手臂。但凡有个幼稚园文凭，他这招数都哄不住。然而我没想到，我爸那个暴发户，他还真就吃这一套。几天后，我接到我爸电话，电话里他说有很重要的事要宣布，让我尽快去医院。出于好奇，我去了。然而，一见面，我爸便隆重宣布，这次他的好女儿苏妍舍命救他，还为此左手臂烧伤落了疤，他感动至极。对比之下，我这个与他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了20多年的女儿见死不救，形成了鲜明对比。所以他做了财产公证，甚至写了遗嘱，等他100年之后，他的所有财产都留给庄文慧母女俩。而我这个大女儿只能分走他8625块钱。一旁，苏妍还在假惺惺地做戏。爸爸，我手臂没事，其实当时我什么都莫想，只是一想到爸爸有危险，我就冲过去了。而且，虽然姐姐当时莫管您，但好歹也是咱们苏家的一份子，您就给他留几千块。前2天被烟熏过，这会我爸嗓子还是哑的。他怜爱地看了苏妍一眼。
妍妍，你就别替他说话了，我真是寒心，20多年居然就养出一个白眼狼来。说着，他面色一寒。什么都不必说了，遗嘱已经定下，不会再改了。说着，我爸悬恨恨地看了我一眼，似乎想要从我脸上看见一些他期待的表情，比如懊恼、后悔、愤怒。可惜又要让他失望了。恰恰相反，我甚至还有点想笑。刚刚为了刺激我，那份遗嘱与财产公证都给我看过了。没想到这么多年让庄文慧母女私下里败坏着，我爸能拿出来的就2000万了。当然还有一些公司的股份，但是就凭这些想让我后悔，未免太过好笑了些。我扯过一旁的椅子坐下，点了根烟，轻笑。好歹也跟在我妈身边这么多年，到最后就混下来这么点，这点家产还真不够我多瞧一眼。说着，我转头看向庄文慧，冷笑。当了我爸20年的情人，还生了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女，让你女儿赔上一只手，最后就落下这些。你们难道不知道，我妈去世时给我留了一家公司，以及9位数的遗产吗？我爸一脸震惊。公司？他声音蓦地拔高了几分。你妈婚后一直在家里，哪来的什么公司？提起这个，我更加想笑。婚后20年，你一门心思的在外面金屋藏娇上，哪里知道我妈都做了些什么？说起来，这公司你应该很熟悉。你的死对头公司，处处都压你一头的远洋，就是我妈一手建立的。而远洋那位鲜少露面的神秘董事长，过去是我妈，现在是我。我妈准备了20年的大礼，今天由我亲自拆封送你，惊喜吗？我笑着问他，眼底却没有半点笑意。提起远洋，我总会想起我妈。她是我见过最清醒的女人，也是最傻的女人。她是个极为骄傲的女人，也很聪明。早在我爸出轨的那几个月，我妈便通过一些蛛丝马迹察觉到了，更是去看过庄文慧。可是骄傲如她不会像寻常女人一样去闹，她选择了沉默。同时她明白我爸总有一天会负她，于是她瞒着我爸暗地里开了一间公司，并开始为我攒钱。公司分红后的每一笔收入，他都会原封不动地替我存起来。他一手创立的远洋，并将它发展壮大，处处压着我爸公司一头。说他清醒，是因为当所有人都以为他是被蒙在鼓里的可怜妇女时，他其实暗中筹谋10几年，只为尽他所能为我留下保障。说他傻，是因为哪怕10几年的背叛，他依旧没舍得放手。不离婚，一是为了我，二是因为他是真的爱那个男人，那个辜负了他一辈子的男人。他是含着金汤匙长大的，他骄傲、执拗，没有人能懂他，包括我。不知道要怀着怎样的心思，才能一边保持着他的骄傲，默默爱着他，一边暗地里为女儿筹谋，一边又在等他回头。我妈这一生都在赌我爸会不会回头。如果他回来，那皆大欢喜，我妈带着远洋做礼物，回归家庭，我们一家3口共度余生。如果他不再回来，就算他输了，而即便如此，远洋以及银行卡里的巨额存款将是他留给我的保障。而这些，直到我妈去世，我才知道。有时候，就连我这个亲生女儿都不明白，这世上怎么会有如此别扭的人。她知晓她的所有谎言与背叛，却保持着她的骄傲，不管、不问、也不闹。暗里筹谋，却又偷偷等候。一根烟燃尽，我将碾灭了的烟头扔在她的床头柜上。总不能空手过来，这就当送你的小礼物了。祝你继续恋爱脑，和这烟头一样，燃烧自己，照亮你的小三和私生女。
说完，我转身离开。走到门口时，我转头看了一眼仍在出神的庄文慧。对了，我爸遗嘱里提及的股份还有我妈一份，而我妈早已把她所持有的股份转给我了。而我私下里又购买了一些散股，不好意思，现在公司的最大股东是我。那个老男人只是在给你们画饼，一把年纪了，又渣又恋爱脑，你们还真是绝配。而我话还没说完，我爸已经骂着让我滚了。我笑笑，转身出门。别墅被烧，我与苏木便搬去了我在市中心的一套大平层中。然而，搬去的第二天，靳宇却敲响了我的房门。这人拖着几个巨大的行李箱，站在我家门口求收留。我问他怎么回事，靳宇直接往我家里搬箱子，只说让我自己看本市新闻。我一脸莫名地点开新闻，靳家小少爷公然宣布与家里断绝关系。我飞快扫了两眼，一把攥住了靳宇的袖口，怎么回事？靳宇回身看我，轻描淡写地应道：苏婉，我知道你和我分手的原因了。我都知道了。只说了些两句，靳宇便再不开口，默默地往屋子里搬行李。我还没点头应允，这人便自顾地把行李搬去了我卧室隔壁。苏木向来懂得避嫌，昨天搬来时，他便选择了位于门口，距我最远的那个房间。对比，靳宇十分满意，还勾着苏木脖子说晚上要请他喝2杯。我本想斥责两句，说苏木身体原因不能喝酒，可看着面前一动一静的两人，却又有点想笑。苏木安静，靳宇则相反，他跋扈又闹腾。两人凑到一起，竟也十分和谐。那些让靳宇回家的话，我只字莫提。我向来不喜欢虚伪，更不会说些不要为了我和家里闹翻，你妈妈也是为了你好，快回家之类的屁话。那是圣母的台词。他母亲为了逼我们分开，对我做的那些事，我就是无法释怀。而靳宇虽然性子暴躁了些，却也是一个成年人。他有权利决定自己的一切，而他究竟是与家里和解还是决裂，都由他自己决定。我尊重，但不参与。1月后，我爸来了。他带了很多我过去爱吃的零食来看我，说话温声和煦，眼里满是怜爱。不过，特别假。可他似乎觉着自己演技很好，先是将我的住所看了一遍，然后坐在沙发上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他这些天对我的担心，又时不时地讲2句过去。而我端了杯柠檬水，倚在沙发上看他强行煽情。近半小时的铺垫过后，他终于切入正题。婉婉，最近的竞标，你能不能让给咱们公司？咱们公司1月前还在公司闹着要将我股份收回的我爸，此刻又改口成了咱们公司。而他口中所说的竞标，我知道。最近有一场商业竞标，对于远洋和我爸的陈星而言，都是一次很好的机遇。见我莫说话，我爸语气再度放软了些。婉婉，爸爸知道你还在为之前的事伤心。其实爸爸当时也是赌气，因为在爸爸心里，你是我的大女儿，咱们在一起生活了20多年，你才是爸爸最亲的人，你当时漠不关心，让我觉着心寒而已。后来是你庄阿姨告诉我，其实你也准备跑回去救我，爸爸知道错怪你了。说着，他攥住我的手，两眼一红。爸爸知道，这些年亏欠你和你妈妈太多，以后爸爸会多弥补你的，连同你妈妈那份一起，好吗？他又说了很多，不愧是亲生父亲，知道话怎么说，最戳我心窝。我红着眼看他，眼泪吧嗒吧嗒往下落。我知道了，爸，放心吧。我握住了他的手，轻声承诺。我爸离开时，再三让我搬回我们的新家住，我点点头。
好，等我这2天收拾一下东西，就搬回去。我爸这才放心离开。关门，我面无表情地开了下脸上的泪痕，拨通了一则电话。陈秘书，下周的竞标，全力以赴，务必拿下。穿衣镜前，我打量了一下镜中自己的脸，眼底的那几分动容，早在关门的那一刻消散不见。其实，有时我也的确疑惑，我妈那么聪明的一个人，为什么偏会对我爸死心塌地？恋爱脑，又渣又蠢。她居然真的会相信，我会因为她这1个多小时的亲情攻势，而放弃这次竞标。活到这个岁数，我爸也真的难得的天真。1周后，我爸几乎打爆了我的电话。而我，刚刚竞标成功，要忙的事一堆，哪有心情理会那个刚被戏耍了一通的爹呢？此次竞标失败，对陈星打击很大，损失也不少。够庄文慧和我爸郁闷一阵子了。我坐在椅上，在落地窗前俯视窗外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庄文慧又要带着她的宝贝女儿来闹了。不过，让我意外的是，2天过去，竟都还风平浪静。我爸没有再给我打电话，庄文慧也没有找过我。可我低估了庄文慧的狠辣与愚蠢。她的确没有来找我，可竞标后的第3天，我走在公司楼下，有人高空抛物，沉重的花盆掉落在我面前。迸溅的碎片与泥土重重划破了我的小腿。我没识模式，却也受了惊。这栋商业楼管理很严格，高空抛物更是从未有过的现象。更何况是在我刚刚竞标结束后。这不是意外，更可能是谋杀。虽然我有些怀疑谁会用这么愚蠢的方式来杀人。我当即便报了警，可因为没有人员伤亡，警方只是象征性的逐户询问警戒一番，最后查不到作案者，便也作罢了。可我不肯甘休，因为有公司员工反映过，当天下午有人线庄文慧乔装进了我们公司大楼。远洋与陈星是出了名的死对头，庄文慧又是陈星的老板娘，所以我们公司一些员工也知道她。但是刚巧我们这栋楼的监控这2天坏了，可我还是通过其他手段找足了证据，将证据拷贝进 U 盘。我去警局之前，给庄文慧打了1通电话。庄阿姨，那天没有砸死我，是不是很可惜？庄文慧沉默了一下，随即否认，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我轻笑，不用装了，证据我已经找到了，咱们警局见。说完，我便挂断了电话。而我不过是去之前让陈秘书给我买了杯咖啡，喝了咖啡准备出门时，便撞见了我爸。空无一人的走廊里，他风尘仆仆赶过来，气喘吁吁。婉婉，他快步走到我面前，眉头紧锁，真的是你庄阿姨做的？我攥紧了手中的 U 盘。是她，爸，你娶的这个女人真是蛇蝎心肠，那天若是再偏上一点，我就要血溅当场了。以当时花盆砸碎的程度来看，如果当初是砸到我头上，估计我没石磨活命的机会。倒还真是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。我爸一脸震惊，怎么可能？说着，他从我手中拿走 U 盘，他再怎么也不至于下死手啊！我不相信，我先看看。而我还未反应过来，U 盘已被他拿走。蓦地 ，U 盘被重重摔在地上，随之而来的是我爸拼尽全力的踩踏。U 盘碎开，一如我的心。爸！我跑上前去拦他，一脸惊慌，里面是庄文慧推下花盆想要砸死我的证据，你别踩啊！可我这般说着，他却踩得更加来劲了。U 盘被他踏碎，我紧紧攥住他手腕。爸，你知道是庄文慧要害我的，可你怕我把他送进监狱，所以才来销毁证据是吗？
证据被销毁，我爸松了一口气，他这才抬头看我，眼神却已然冷冽。婉婉，你真是太让我寒心了。上次爸爸去那摩求你，你当面说得好，转头却直接抢了陈星的竞标。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父亲？别转移话题。我罕见的情绪激动，朝他喊着。所以你都知道，你知道庄文慧推的花盆，知道他故意谋杀我，你什么都知道，却还是选择偏向他。我爸冷哼一声，对，我都知道，你现在不是也没事吗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你要是还想认我这个爸，就老老实实的闭嘴。他弯身捡起地上碎开的 U 盘，打量了一番，这才扔进了垃圾桶。我静静地看着他，我如果不闭嘴呢？证据已经没了，别闹了。我轻声笑着，指了指头顶的监控。爸爸，告诉你2个秘密吧。第一个秘密，我头顶的监控已经修好了，你刚刚说的话，它都原封不动地录下来了哦。第二个，其实我根本就没有找到什么确切证据，多谢老爸大义灭亲，提供给我这抹有力的证明。说完，我拍拍手，自身后转角处出来2名保镖，一人去掉监控，另一人则站在了我身后。我冷眼看着面前的男人，他老了，没有了年轻时的意气风发，似乎也沧桑了许多。这么多年沉浸在庄文慧的温柔乡里，他似乎连反应都慢了许多。直到这会儿，再度被耍了的他才回过神来，对着我破口大骂，依旧是那些陈词滥调，骂我白眼狼，骂我没良心。可这次他还骂我杂种，说我这么心思重的女人一定不是他的亲生女儿。他说一定是我妈当年在外面乱来才有了我，这么多年让他白白给人当了爹。他说他那么好的基因，生下来的女儿一定是像苏妍那样温柔懂事，而不是我这种没良心的野种。骂够了吗？我安静地听他骂完，最后才轻声问了这么一句。对面，我爸骂得气喘吁吁，他看向我的目光满是憎恨与厌恶。骂够了就滚吧，回去给庄文慧准备一身牢服。还有，你说对了，咱们还真没什么关系了，从今以后咱们断绝父女关系，不论你死还是我活，都各不相干。我爸恨声说了好，说他就当大女儿已经死了。说完，他转身便走，只是走到走廊尽头时，他蓦地停下脚步，总算回过神来。不是我死就是你活，横竖都他妈是我死，是吧？我笑了笑，转身进了办公室，房门重重关上，隔绝了外界的一切。我如愿将庄文慧送进了监狱，可惜只判了他3年。故意高空抛物但未造成人员伤亡，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罚，3年以下有期徒刑。而我与我爸断绝关系时说的那番话倒是应验了一半。也不知是气火攻心还是怎么，庄文慧入狱1月后，我爸忽然进了医院，听说有点严重，具体病因是什么我不知道，因为我根本就没去。说了老死不相往来，就要遵守诺言。我与靳宇、苏木共同生活在同一屋檐下，竟是出奇的和睦。靳宇也有在认真治病，每天都有人将菜送到家，而苏木不放心别人做饭，自发地承包起了我们的1日3餐。苏木做饭很好吃，短短2月，我与靳宇都圆润了几分。更难得的是，靳宇与苏木关系竟还不错。苏木温和，即便偶尔靳宇发了脾气，他也不往心里去，笑笑过后，便给靳宇泡杯蜂蜜水。靳宇的性子倒是在苏木这里被磨平了些，用靳宇的话来讲便是一拳砸在了棉花里。
还是团裹了蜂蜜的棉花，让人生不起气来。中途，靳夫人给靳宇打过无数通电话，甚至还亲自上门找过他一次，身边还跟了上次那姑娘。只不过两人连门都莫能进来，便被靳宇给赶了出去。他懒散地倚在门口，却刚巧将进门的路挡了个严实。回去吧，你了解我的性子的。从你对苏婉做出那些事来时，就应该知道我不会再回去了。向来跋扈的靳夫人，此刻却双眼通红。靳宇，你真的要为了一个女人，抛下我和你爸不管了是吧？靳宇掏掏耳朵，你们不是还有我哥嬷，他被你们培养的优秀，完全可以满足你们的所有要求。而且，他语调蓦地冷了几分。别偷换概念，不是我为了苏婉抛下你们，是你在当初对苏婉下手时，就已经罔顾我这个儿子的存在了。你只当我是你身边的玩物，我的一切都要顺从你的心意，但凡我对什么着迷，你就要想方设法地毁掉。物品如此，人也如此。说完，他瞥了一眼嗫嚅着走上前的姑娘，蹙眉道：上次我可以当你是被我妈逼着过来的，这次又来，真要我把伤人的话甩你脸上才明白吗？我妈喜欢你没用，我的婚事没人能做主。回去吧，你要是实在喜欢我家，或者觉着我家风水好，你可以去找我爸，只要你身旁那阿姨不介意。话落，靳宇砰的一声关上房门。至于门外两人面面相觑，本以为以靳夫人的性子会在门口骂个300回合再离开，可奇怪的是，门外静悄悄，竟是半点声音都没有。关了门，靳宇走到我身边，将下颌倚在我肩上蹭啊蹭的，宛如一只大狗狗。我刚刚表现怎么样？我没作声，靳宇便在我肩上磨来蹭去，逼着我夸他，到底还是没绷住，我被他逗笑。一抬头，却看见了站在阳台门口的苏木，他手里拎了2件早上晒去阳台的衣服，正看着我和靳宇。见我看过去，苏木笑笑，轻声说着这衣服还没干，便又转身回了阳台，还顺势关上了门。某天回家，靳宇带给我一份惊天大瓜。据知情人士向他透露，庄文慧这些年可不止我爸这一个男人，而且他始终与一名中年男子不清不楚，时间线甚至拉得比他与我爸还要久远。更劲爆的瓜是，苏妍有可能根本不是我爸的孩子。靳宇放了些照片在茶几上，我已经找人在调查这件事了，最晚明天保证给你个结果。我拍拍他的肩，低声嘉奖，做得漂亮。第2天，等不及靳宇的调查结果，我直接去找了苏妍。新仇旧恨加在一起，这妮子看我十分外野暗红，恨不得将我生吞活剥了。既然如此，我也没说什么废话，上去便扇了他一巴掌。嘴里的话却是湖州的，谁让你在外面说我坏话的？其实我根本就没听见关于他骂我的传闻，但是这一巴掌也绝对莫打亏。不用想也知道，他们母女俩莫少在外面骂我。苏妍明显愣住了，2秒后，她回过神，与我撕扯了起来。而我动作也很简单，拼命扯着她的头发。这场堪比小学生的打架，几乎是速战速决，而我离开时，口袋里装了约莫10几根苏妍的头发。而苏木则被我派去了医院，借口给我爸按摩，偷偷拽了他2根头发。下午，靳宇将调查结果发给我。这么多年，庄文慧一直都在用我爸的钱养一个小白脸，而且孩子很有可能也是那个小白脸的。我耐着性子等了几天，直到鉴定结果出来，苏妍果然不是我爸的孩子。
我坐在椅上，饶有兴趣地将鉴定结果与靳宇的那些调查都翻了一遍，然后将其全部打包装好，让人送去了医院。这么一出好戏，怎么能不让我爸看看呢？这顶帽子戴了20年，仍翠绿如新。意料之中，我爸那边炸了。听说已经快要偏瘫的我爸，硬是从床上挣扎着爬起来，撕毁了几个月前他亲手写下的遗嘱，并将苏妍大骂一通，赶出了医院。我爸性子急，当即便停了苏妍所有的银行账户。2天过后，他开始给我打电话，他的号码被我拉黑，他便换了号打给我，大有我不接他便一直追着打的架势。于是我便换了新的银行卡，之前忘了拉黑他的微信，我便也因此收到了许多小作文，长篇大论，不是道歉便是哭诉。我嫌烦，看了2行字便直接把他拉黑了。他后悔什么呢？不是后悔当初如何对我，如何对不起我与我妈，而是在害怕。他如今步入晚年，膝下无子，身旁无人，除了兜里剩的那些钱和照顾他此刻偏瘫身子的护工，他什么都没有了。不过，我在拉黑之前倒也回复过他一句话，我说过，以后你死还是我活，都再不相干。你如果实在觉着寂寞，要不就考虑一下你的护工，老年单身未婚，伺候人一把好手，肯定能把你伺候走。这天中午，我在家敷面膜时，靳夫人忽然造访，没有了往日的嚣张跋扈，也没有了当初的狠辣，她站在门口，神色憔悴。她说，那天之后，我想了很久，也许小雨说的没错，我之前掌控欲太犟，不该操纵他的人生。良久，他叹了一口气，方便出去聊聊吗？我盯着他看了半晌，可我看不透他。我爸当初惺惺作态，前来找我，我一眼便能看出他的虚伪与来意。可此刻的靳夫人，我看不懂。沉默2秒，我低声道，有什么事就在这说吧。靳夫人低头看了一眼腕表，我是瞒着小雨来找你的，她应该快回来了，我们去附近找个安静的地方聊一聊，行吗？见我不说话，她笑道，放心，如果我想对你做什么，早在你开门的那一刻，我的人便能闯进去了。我冷眼看她，可我和您没什么好谈的。说完，我猛地关上房门。可门关的那一刻，他竟直接用手挡住，房门重重夹到他手上，保养白皙的手面瞬间肿得老高。他吃痛皱眉，我知道你怪我，但我今天来找你，是想要和你聊聊小雨的病情。提起靳宇的病，我犹豫了一下，最后我还是同他出了门。靳家即便是在一手遮天，也不敢在光天化日下对我做什么。我带靳夫人去了我家社区那条街的咖啡厅，苏木不放心，也一同跟了出来。我们3人并肩走在街上，社区大门距离咖啡厅也就不足10分钟的路程。蓦地，一辆车忽然失控般朝着我们冲了过来，车速极快，根本不给人反应的时间。可是，却有人比车速反应还快，是苏木。车子冲过来的那一刻，我看清了驾驶员的脸，苏妍，居然是他。电光石火间，我被苏木重重推开，而那辆失控了的汽车重重撞上了苏木与靳夫人。等我撑着地面勉强起身，一切已经结束。我惊怔地看着面前血腥的一幕。苏木，我颤抖着跑过去，却只见他满身是血，想碰他，却又不敢，眼泪几乎是不受控制地掉了下来。哥，你别吓我。我妈去世后，苏木在我心中是唯一的亲人，虽没有血缘关系，但他永远是我亲哥。
可是此刻，他躺在血泊之中，在我的呼喊中勉强睁开眼看我。这种时候，他居然还是笑着的，血色之中绽放一抹笑容，如冬日暖阳，瞬间消融积雪，却看得我有些想哭。他看着我，神色平静。别哭了，给你说个秘密，其实我本来就活不久了。生说我的心脏病越来越严重了，莫多久的活头，能救了你，也算莫浪费最后这段时光。他说得很艰难，磕磕绊绊，血却顺着他嘴角一路蔓延。别说了，我哽咽着，却发现他的脸色愈发苍白，白得可怕。救护车很快赶到，苏木和靳夫人被一同抬上了救护车，我也跟了上去。救护车内，靳夫人自始至终都没醒来过，不知是昏迷着还是……而苏木上还有些意识，气力却也越来越弱。他被送进抢救室前，强撑着对我说了最后2句话。第一句是：别看我的日记本，烧掉它，听话。第2句是：下辈子我们做亲兄妹，好不好？我甚至还没来得及说好，苏木便被推进了手术室。可是他再也没能活着出来。送进去时，他一息尚存；推出来时，他只留余温。我那句莫说出口的好字，便真的再没说出口。那天的医院走廊里，我放声大哭。苏木，你离开了，我就真的再也没有亲人了。靳宇也很快赶到，他走到我面前，想说些什么，最后却又什么都没说。走廊里，那个向来跋扈嚣张的靳家小少爷咬着唇无声地掉眼泪，他蹲在墙边，圈起手臂，将脸埋进臂弯，只有轻微抽动的肩头能证明他在落泪。这场车祸很严重，靳夫人当场身亡，而苏木不治身亡。我竟是唯一的幸存者。对了，还有被抓起来的苏妍，他故意驾车撞人，没得洗白，而撞人的动机也很简单。在他看来，我把他母亲害进监狱，又捅出了他私生女变野种的消息，害他被扫地出门，没了母亲，没了经济来源。就连我爸遗嘱里的公司股份和2000多万现金也没有了。他生无所恋，所以选择了报复。至于靳夫人，苏妍与他无冤无仇，只是当时紧张又害怕，在快要撞上去时下意识地打了点方向，车子便直直撞上了我身旁的靳夫人。对于靳宇，我一直很自责。不论如何，靳夫人的死都与我脱不开关系。可是靳夫人葬礼那天，靳宇红着眼告诉我，你知道那天我妈为什么要找你去附近的咖啡厅吗？我摇摇头。靳宇声音微颤，因为他在路边安排了司机，想要让你在路上意外出一场车祸而死，这样既能解决掉你这个心腹大患，又能让我没办法怪罪他，毕竟一切只是意外。也正因如此，那天苏妍开车撞过来时，他只是往一旁走了2步，并没有走开，因为他以为开车撞来的是他提前安排好的人。可谁知他的人还在后面，一切误打误撞，苏妍下意识地打了方向盘，刚巧撞到他。这些话自靳宇口中说出，似乎很是艰难。他双眼通红，最后却还是轻叹一声，抬手揉了揉我的头发。他说，婉婉，一切与你无关。而我说不出话来，一切太过戏剧，倒是映照了那句话，机关算尽太聪明，反误了卿卿命。靳夫人的葬礼过后，便是苏木的葬礼。相比而言，苏木的葬礼便要冷清得多，他没有亲人，也没石磨朋友。来参加葬礼的不过寥寥数人。
我目送他被送进火炉之中，又亲眼看见那捧骨灰被装入盒中。那般温柔的一个人，竟化为了一抔飞灰。我为他选了一处风水很好的墓地，那边很僻静，我知道他喜静，不想被打扰。晋宇与我一同站在他的墓碑前，他牵着我的手，认真的、虔诚地向苏木保证，他会用下半辈子去对我好。照片上，苏木笑得很温柔，只可惜照片里的他不会说话。我将他的日记本也带来了，那是很厚的一大本，我不知道里面都写了些什么。我很好奇，可是却也牢牢记得苏木被推进手术室前与我说的话。他勉强撑着叮嘱我，不要看。好，那我就不看。我拿着日记本，用火机点燃了本子一角，火焰瞬间蹿起，险些烧到我手指，我本能地松了手。日记本掉落在地，压灭了刚刚燃起的火苗。我正想再捡起时，刚巧有风吹过，一页纸张被吹开，露出了日记本的第一页内容。我发誓，我只是下意识地看了一眼，却瞬间愣住。日记本的第一页纸密密麻麻的写满了一个人的名字，苏婉苏婉苏婉，都是我的。一旁的晋宇也看见了。我们沉默了很久，谁都没有说话。最后我回过神来，捡起日记本，合上，然后用火点燃。火焰吞噬了那本日记。蒸腾的热气中，我望向墓碑上苏木的照片，那人仍是笑着的。我想起那天他被推进手术室前，就是这样笑着望向我。那时他问我，下辈子我们做亲兄妹好不好？好。尾声，2年后，我与靳家小少爷订婚时，满城哗然。当初靳夫人在我身旁被撞一事闹得满城风雨，所有人都笃定了靳宇一定会与我一刀两断。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牵起了我的手。只是我没有让他向外人解释，其实靳夫人的死是自作孽，人死已成空，解不解释都莫那么重要了。我也并不在意那些，我与靳宇还有大把时间相爱。靳夫人与苏木去世后，我们用了1年时间来彼此走出心中阴影，又用了1年时间相爱。2年后我们订婚，3年后举行了婚礼。结婚那月刚巧庄文慧出狱，可怜她还一直不知道自己那宝贝女儿也步了她的后尘，而且这辈子都再没有出来的可能了。听闻庄文慧出狱后得知了一切，整个人几乎疯了。他跑回去找我爸，却被已经偏瘫了的男人重重扇了一巴掌，而后赶走了。对了，我爸的偏瘫还有着他们母女俩的功劳。在我爸立下遗嘱后，这2人急着拿钱，便每天给我爸服用小剂量的毒药，不会瞬间致命，却能在无形中侵害人的身体。若不是庄文慧中途进了监狱，恐怕我爸早在慢性服毒下归西了。这3年，他几乎每天都会给我打电话，可惜却从未打通过。他也让护工推着轮椅带他来找过我，却也都吃了闭门羹。我这人心狠，说好了断绝关系，那就断得彻底。他再怎磨肝肠寸断，悔不当初，那都是他的事情，与我不相干。我曾不止一次地给过他机会的。8岁那年，我相信自己向来敬重的爸爸能为我做主，抢回玩具，可他反倒给了我2巴掌。18岁，我以为爸爸能为被抢了男友的我做主时，他将我推倒在了蛋糕上。3年前，我以为他会在得知庄文慧险些杀了我时，愤怒地找他算账，可他反倒包庇着对方，帮着他来骗走我手上的证据。他从没想过，但凡花盆再偏1分，
我就死了。或者说，他怎么可能没想过，他只是不在意而已。对他而言，他还有另一个女儿，是他和他的真爱所生，听话懂事，惹他怜惜。而我的死活并不重要。也是在那天，我在心里默默发誓，哪怕他日后跪在我面前痛哭流涕，我都不会心软。而我也真的做到了。晋宇的病早已治好。婚后，他被迫接手了远洋，并用了1年的时间，让全城惊叹。哦，原来那个嚣张跋扈的晋家小少爷，除了砸场子，还会做生意，而且天赋还不是一般的高。而他接手的原因也很简单，我怀孕了。他的远洋只有一个陈秘书肯定不行，所以晋宇只能被迫上阵，却意外将远洋打理得很好。而晋宇的日子却并不太好过。怀孕后，许是体内激素紊乱，我性子竟也变得极为飘忽不定。晋小少爷每天下班后兢兢业业地伺候我，却还是动不动被凶。据他所说，怀孕后我从人间清醒，瞬间变成了人间魔怔。有次，这货莫忍住，和我吼了2声，摔门走了。彼时我已经怀孕8个月了，家中有保姆有保镖，出于担心，我让保镖暗中跟着晋宇。本是担心他出事，可保镖传回来的消息却说晋宇去了墓地。墓地？应该是心情不好，去看晋夫人了吧？并没有，晋宇去了苏木的墓前。听保镖说，这货拎了2瓶茅台，给苏木墓前浇了1瓶，自己喝了半瓶。喝醉以后抱着墓碑哭，嘴里说着大舅哥，给你妹托个梦吧，让她消停一点之类的话。我捧着手机，好气又好笑。半晌，我回消息道，没事，让他发泄一会吧。保镖几乎秒回。可是少爷他似乎哭错坟了，我刚刚靠近看了一眼，他抱着的是隔壁大妈的墓碑。我再发消息过去，那边便没了动静，估计是被晋宇发现了。我给晋宇打了1通电话，却发现他没带手机，在家左等右等，却仍不见他回来。半小时后，我再坐不住，正准备出门时，房门却自外推开。晋宇进来，身上带着外面的寒意。我正想着如何找个台阶下时，对方却板着一张脸，递过来一袋东西。什么？我伸手接过，是我最爱吃的一家糖炒板栗。这家店不大，但却很火，每次都要在寒风中排很久的队。见我看他，晋宇摸摸鼻尖，故作淡定地道：哥去夜跑了1圈，回来顺路买的。哦。我朝他走近2步，夜跑怎么还跑得一身酒气？晋宇僵着脖子，天太冷，喝瓶酒驱驱寒。我有点想笑。那我刚才小气一会，我哥怎么给我托梦，说你去他墓前哭了？晋宇沉默了一下，随即他的自语声低低响起，靠，这魔灵，早知道许愿生个龙凤胎了。他声音不大，却被我听个真楚。我再没忍住，笑了。晋宇走过来，从我手里接过袋子，开始给我剥栗子。我则偏着头看他，莫名的就想起了当初的晋宇，风头正盛的晋家小少爷，最以纨绔嚣张出名，放眼全城上下，就没有他不敢砸的场子。除了远洋。再回神，面前认认真真剥栗子的男人与记忆中的晋家小少爷相重合。刚巧对方抬头看我，哥哥这可不是讨你欢心。他把一颗剥好的栗子塞进我嘴里，语气犹带傲娇，喝多了无聊而已。然而嘴硬如他。2个小时后，卧室床上，他自身后搂着我，把脸埋在我脖梗处蹭来蹭去。苏婉，我都剥栗子讨你欢心了。
你以后别凶我了，好不好？今天的时光书房之旅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。下一期我们会带着新的时光之书与你相遇，可能是关于老上海的弄堂故事，也可能是藏在经典名著里的岁月细节。记得常回来看看，时光书房永远在这里，陪你在文字里与时光温柔相拥。咱们下期见。